国产航母的建造工作呢，一直备受瞩目。那请教一下石先生，根据您的观察，国产航母海试主要测试哪些方面的性能呢？与辽宁舰相比，将会有哪些新科技的运用呢？海试的话，它是分为厂家海试，还有一个海军验收海试。那么厂家海试呢，那它就要首先保证我建的这艘航母的没有任何问题。海军验收嘛，它是要考虑到航母未来是作战的，这样的话，它要检查你的上边的指挥通信系统是否合理有效，它的能力是否能满足我的要求。还有一个呢，就是雷达电子设备，它的一个能力情况又会是什么样子？是否呢工作可靠？同时呢，还要航母它要标高速，也就是说它要测试航母的最大速度，还有它的一个最小航速，还有转弯性能。那么这些就带有战术测试性质。同时呢，像航母的话，它还要进行一定架次的这种舰载机的一个起降试验。那这样的话，才能考核你的航母是否呢设计建造的一个合理。那这些测试工作呢，实际上是非常细致的。那如果完全验收合格之后，这样的话才能标志海试的工作呢结束，航母呢可以进入服役状态。国产这艘航母的话，与辽宁舰相比的话，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区别的。那最明显的，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舰岛尺寸呢就缩小了，这样一来意味着它的甲板面积有比较大的一个扩大，那也就意味着它能搭载的舰载机比辽宁舰要更多一些。那第二个呢，就是它的雷达，可以看到它的相控阵雷达现在变成完全的这种平板状，也就意味着它已经换了新型的这种有源相控阵雷达。那探测性能呢，实际上是更好的。这艘国产航母的话，它的一个能力呢，要比辽宁舰上升了一个台阶，综合作战能力呢会有比较大的一个提升的。我们先来看航母编队的核心辽宁舰，满载排水量约6万吨，能够搭载20多架歼15舰载战斗机和一定数量的预警、反潜、搜救型舰载直升机，在远海可以进行全天候的舰载机起降、空中战术训练，提升舰载机的作战水平。不过，航母主要是作为舰载机的搭载平台，自身防御能力比较薄弱，要充分发挥航母战力，就不能单打独斗，必须要有其他驱护舰的保驾护航。这一次共出动5艘导弹驱逐舰、1艘护卫舰和1艘补给舰，是海军航母编队迄今展现的最强阵容，说明海军航母编队的训练在体系化方面有了长足的发展。有军事分析家习惯用垂直发射单元的数量来衡量现代海军编队的火力程度。055型南昌舰112个，052D 型西宁舰、乌鲁木齐舰、成都舰各64个，052C 型郑州舰48个，054A 型湘潭舰32个，总共384个垂发单元，而且多为通用型垂发装置，可发射防空、反舰、反潜导弹，火力非常强大。由此判断，这次远海训练可以进行各种体系化攻防演练，包括对远距离陆上、海上目标发动空袭，以及对空中、水下、水面来袭目标进行拦截。比如在防空作战当中，可以通过队形变换，辽宁舰航母呼伦湖舰补给舰在内圈，其他6艘驱护舰在外圈，构筑多层防御圈。最外层为歼15舰载机，中间层为驱护舰搭载的中远程防空导弹。这2层呢，主要是为整个编队提供防空保护伞。对于突破前2层防御的少数漏网的敌空袭兵器，则由各舰装备的近程防空导弹、多管小口径速射炮、电子战系统等负责拦截、诱骗和干扰，这样就可以从上百公里开始对空中来袭目标进行多层防御。在反潜作战中也是如此。通过驱护舰装备的拖曳阵声呐、舰首声呐，以及舰载直升机装备的吊放式声呐、雷达、磁探仪等多种搜潜设备，对大范围海域实施搜索。一旦发现水下威胁，再由反潜直升机和舰载反潜导弹、鱼雷、火箭申弹在不同的距离对水下目标进行打击。在反舰作战中，不仅是歼15舰载机能够携带反舰导弹对敌舰发起攻击，而且编队中的驱护舰也都装备有性能先进的反舰导弹，特别是驱逐舰装备的远程反舰导弹性能尤为出色，让整个航母编队具备对敌方水面舰艇编队实施饱和攻击的能力。